欢迎来到巧糟咖，我是巧儿。不管你的模具是8寸、6寸还是4寸，烤箱是单一烤温的美式烤箱，还是上下火分开的独立式烤箱，都可以成功超好吃的万用戚风蛋糕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一开始就是最困难的地方，分蛋。这今天呢，因为要做2颗戚风，所以我总共要9颗蛋，慢慢来就好。冰蛋白呢，打发出来的蛋白霜比较稳定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先把它放冷藏。今天分享的戚风蛋糕配方是我觉得非常适合新手，成功率很高的做法，各种烤箱的温度都帮你测了。低筋面粉先过筛，液体油呢加热至70到80度左右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微波40秒，就差不多是这个温度。不要太烫哦，因为没有要把面粉给烫熟。倒入面粉内拌匀之后，加入牛奶，拌完呢就会看起来像浓稠的膏状。再分次加入蛋黄，最后完成的状态是闪耀着金黄色的光泽，同时呢是稀稀流流的样子，蛋黄面糊就完成了。打蛋白之前一定要先预热烤箱，先使用美式烤箱测试，烤箱层架通常有5层，放的位置跟蛋糕的成败有关系哦。烤盘放第2层，摄氏160度一起预热，至少要预热10分钟以上。再来打蛋白，戚风蛋糕的成败有一半取决于蛋白的打发，要打得够发够稳定，但同时气孔不可以太大，不然你的蛋糕气孔也跟着粗大。先用中高速把蛋白打发成充满气泡，不可以看起来水水的状态。停机，加入柠檬汁或是白醋，我比较喜欢柠檬汁啊，味道比较新鲜一点，或者呢是塔塔粉，这些都是可以稳定蛋白的材料。加入少部分的砂糖，约是整体量的1/4到1/3。接着继续打发，以这台3期搅拌机来说，设定是7速，也不要太高速，不然那个气孔呢会太大。打到表面变成白色，然后出现一点点线条之后，加入剩下1半的砂糖。当蛋白霜线条变得更明显的时候，倒入剩下的砂糖。戚风蛋糕不需要把蛋白霜打得太发，我们追求的是充满光泽，看起来有水分，然后拉起来是微微的小弯钩的蛋白霜。加入玉米粉可以帮助锁住多余的水分，但是加的时机要是最后，就是等蛋白霜都打发完成之后再加，以最慢速打发1分钟。这个步骤呢，有助于蛋白霜内的气泡变小变细致。蛋白霜打发完成，少量加入蛋黄锅内，从底部往上翻，将整体拌匀。倒回蛋白锅内，以轻柔快速的力道拌到颜色均匀，大概是1分钟内完成。小提醒，蛋白锅中心底部是最不容易拌到的地方，所以最后呢，你可以检查一下。倒入戚风蛋糕模具6寸跟8寸，容我啰嗦一下，戚风蛋糕的面糊呢，因为要攀着模具才能往上涨，所以不能用不粘膜，要用的是铝模。我买的模具连结在下方给你参考。分成2份，面糊的重量6寸大概是320克，8寸的话640克。
用刮刀抹平蛋糕表面，再震个几下，把气泡震出来。最后用竹签整体均匀画一画，避免呢有孔洞。戚风蛋糕制作的时间很快，你熟练的话大概10分钟内就完成了。尽快入炉，为了要让蛋糕的表面快点结皮，故意放在上层。我烤了非常多的戚风，发现最佳温度呢就是炉内要150度左右，所以这次呢我有刻意放温度计，尤其是一开始的预热要够，烤箱内确实达到150度再进炉就会比较安全。戚风蛋糕它一定会裂，所以你要做蛋糕夹层表面会切掉的话，就让它自由奔放乱裂吧，不用割线。有割线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控制它最后的外观会比较漂亮。6寸蛋糕烤14到15分钟，表面呢你就可以把它割线了。你要画4等份、6等份都可以。它已经结皮的话，你就会很好画。如果你觉得很黏，然后刀子好像会脱刀的话，表示烤得不够，进烤箱再烤个几分钟再拿出来画。8寸的话烤19到20分钟，画完线可以把烤盘移到中层继续烤。6寸的话再烤30分钟，8寸的话再烤45分钟。小的可以先出来了，6寸的，大的还要一点时间。耶！什么是烤熟的象征？当你看到戚风蛋糕长到最高后稍微下降，就表示它熟了。要摸起来没有这种沙沙的声音，表示水分都有被烤干，这样才可以出炉。像我一样没有专用倒后架的话，就拿一样高度的碗或者是杯子，撑着模具的两侧，倒扣蛋糕完全放凉。哇，你看我很少烤8寸的蛋糕，因为我们家只有2个人，可我觉得8寸蛋糕看起来好壮观哦，加上这个很利落的画线，然后像皇冠一样。好，那现在赶快呢来倒扣，震一下。接下来做上下火独立烤箱的实验，一定要看到最后，看这2种烤法对蛋糕的成品有什么不一样，还蛮出乎我意料的。OK， 等蛋糕完全放凉呢，我们就可以来脱模。6寸、8寸，哦，8寸好漂亮。准备一个锋利的小刀。哇，很漂亮。然后呢，边边底部的部分可以用手稍微按一下。如果你喜欢蛋糕侧面它原本的那个蛋糕颜色，你可以再轻轻的把它拨一拨。不过我就觉得它这个颜色这样就已经很漂亮了。好，脱模完成，非常成功。美式烤箱实验结束。上下火独立烤箱通常呢也是有5层，放在倒数第2层，烤盘一起进去预热。温度设定是上火190度，下火呢你可以设定100度到110度。这样设定是最后平均下来，烤盘上的温度刚好也是150度。同样的方式，记得要先预热烤箱，再来打蛋白，给烤箱充分时间预热。
上火糕的好处就是结皮的速度会比较快，6寸的话烤10到12分钟就可以拿出来画线，再烤25分钟。8寸的话呢，就是烤14到15分钟。最后你看一下它表面上色充足的话，你就用铝箔纸盖住表面，建议不要降上火，因为中途如果你掉到150度以下的话呢，表示要烤更久。整体时间来说，6寸大概烤35分钟，8寸的话烤到45分钟。今天这个配方是万用戚风蛋糕，因为有些配方它水分很多，要烤特别久，有些呢它不够有支撑力，只适合单吃，不适合拿来做蛋糕夹层。那这个配方呢，我觉得它做出来兼顾美味，然后很简单以及多用途，单吃非常湿润松软，也可以当蛋糕的夹层。下周的影片会用它做1整颗的鲜奶油蛋糕哦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万用戚风蛋糕的2种烤法，不管你家是单一烤温的烤箱，或者是可以上下火分开控温的烤箱，都可以烤成功。那我今天总共花了24颗蛋，因为有一次不小心烤坏了。那我等等呢就跟你分享说这2种烤法烤出来的戚风呢有什么样不一样，还蛮有趣的。以外观来说，这一颗呢是上下火分开的，然后这一颗呢是单一烤温。你可以看到呢，它是比较蓬一点点，所以它的确看起来是比较蓬松一点。然后另外呢，整体的烤的时间，这一颗花大概45分钟，然后这一颗8寸的总共花大概55分钟，所以它也比较短一点啊。结果就是它呢，光是用摸就知道它水分比较多，就可以感觉到它的组织蛮 Q 弹水润。那单一烤温呢，就稍微比较干燥一点点。那这是它们2个的细微比较，不过整体来说都还是非常的好吃，然后戚风的口感都是非常轻盈柔软的。那刚刚有说有一颗烤失败，那失败的原因就是你的烤箱的温度不够，然后又太快拿出来，导致它烤培不足，那戚风倒扣的时候就会丢整个掉下来，一场灾难。这个是单一烤温的，也是很湿润哦。这个是上下火分开的。好好吃，蛋糕好松软哦，哇，水润水润的。有什么问题欢迎留言给我哦，我是巧儿，我们下次见了，Ciao。